对，没问题。好，我们还没正式开始，我们在考试，我们在打酱油，没关系。对，待会再来一次。这个片子其实就这样吧。然后我觉得这边主要就是刚刚就是回答一下说那个镜子反射的那块儿。不要再说一次开场白吗？说第9次直播正式开始。第9次摩托车直播正式开始，邀请到业界大佬双麦过来。然后我觉得那个镜子反射其实一开始其实有两种方法去做这个事儿。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个特别笨的办法。哪个镜子反射啊？是那个小米的项目吗？我们假装刚才什么？好，那我再给大家放下那个部分。挺酷的。好，然后其实那个镜面反射一开始，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是因为最开始其实我们这回的整个产品它的卖点就是它的那个手机的背面是一个镜面的嘛。这一点的话是之前还没见过的一个形式，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然后就想那怎么去体现它这个镜子的这种特性呢？然后就会想到说，像之前草间弥生的那些展啊，它会有很多关于镜子与镜子之间去制造无限空间的部分，所以说就会想到说，那我们可能也要去玩一个无限空间的感觉。然后其实也没有特别清晰，就是具体该怎么做。然后但是当时有一个 reference 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然后就是有一个那个叫 Mirror 的片子。然后那个片子基本上就是他做的非常好，然后后来我就看了，我就觉得挺好的，我就把这种形式搬过来。我找那个 reference。好。这个地方，但他其实这个片子你放了是吧 ？OK。还没有。我就只跳到他，你看他这块。对，其实它是用实拍的方式，然后去做了一个这种镜子镜间的转换。这个非常厉害的。然后大概是这样一段。然后其实但是他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我估计他这个是
就是应该是后期靠后，因为它毕竟有实拍嘛，所以它肯定是靠后期合成的。对，嗯但是它这个跟我们这个会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的镜子是一个就是方形的嘛，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一个就是一个片儿，对吧？它不会有这种手机是弧的是吧？对，但是有弧边缘是吧？对我们手机是弧形的，所以说后来就想，如果用后期方式可能很难去模拟，因为我们手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圆滑的，它在那个边缘的地方会有那种，哎，为什么它不能把视频存下来？就是边缘的地方会有会有那个扭曲，折对曲的东西，对。天，我电脑怎么这么卡？你是才开机吗？还是没有啊，我也没有才开，就像比如，而且周边应该是会有一些打光的东西，所以说包括一些这种扭曲的部分，这好像看也看不太清楚。对，所以后来想说，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他这样用后期去做。然后我当时想法就是说，那好，那其实你看到的是这种无线界面，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直线跑道上，在一个直线跑道上，对吧？然后相当于是你就想象每一个这个手机是一个门儿，然后你就是摄像机是穿进去的，所以说我觉得摄像机动画是可以先调的，所以说我优先就是先去做了一个这样的测试。稍等一下，那个 CSD 文件是吗？对，我打开一下 CSD 文件看一下。我靠，还没在。他的那个，对，他在读那个，对，所以你看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模拟这个，先把摄像机的动画做出来，我就只是非常简单的做了几个克隆的框，我把这个先删掉哈，然后就通过这个框里，先把摄像机的动画给做出来了。OK，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这样你看穿过去，然后一转，然后，哎，好像不是这个文件，等一下，靠，哎呀，太久了，我都有点忘了我的这个工作文件是哪一个。哦，这个找到了。哎，我靠，这个好像也不对，我靠，这个只有2个。对，这个可能是中途的另外一种实验嘛，我在想这是在干嘛，有点不太，我有点忘了。看看日期啊。哎，这个是，就是那个很多就是这个笨办法，对，就是，对，我先把其他的，对，因为他那个我这边做了一个这个 symmetry， 哎，跟你讲，我就最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永远都不要用这个什么 symmetry 这个玩意，好卡呀！这个 symmetry 它没有办法节省你的资源，你知道吗？所以说就你只要做 symmetry，它相当于真的是不像 instance，它可以节省资源。这个 symmetry 它就完全就是复制你，所以说以后对，所以以后一般我用 symmetry 的时候，我就全部都用 instance 来代替。你只需要在这边用 instance， 然后instance 在哪里啊？我操，演背了哦，在这儿 instance， 然后把这个 scale x 改成-1，或者你要对应哪个轴，你就把哪个轴改成-1就行了，会比那个快很多，真的。所以 OK， 这个小 tips， 赶紧把这个删掉，关掉。直接把它擦掉算了。擦掉。对，然后，然后但这个东西真的有点不好讲。这是我最开始的一个思路。其实这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不是做了一个一个的那个
那个方框嘛，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镜子里相当于是这样，就是你看到镜子里的东西是反着的，那镜子里反射以后的里面的镜像又是反过来的，就变成正的嘛，就相当于你是有一个正着的一个世界和一个反着的世界，然后你在镜头穿梭的时候就在里面交替，所以我就想说，那好，那我把每一个手机，就是每一个那个方框全部先替换成手机，然后每一个 take 我就去炫一遍，比如说你看第一遍是这个手机，对，好，那到这个帧的时候，我就需要跳到下一个 take，就变成这样，然后就继续从这个地方，OK，又炫一段，对，然后再这么炫，我就是对，然后就是 AB 对，正反全都选，对我保持这个摄像机动画不变，然后我让每一个这个是中间多出来，因为当时我是想这两边也需要有点东西，后来就没有了，对，然后就一直就这么做，然后这么看不直观，我就可以给你看一下，最后 A1 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把这一遍一遍炫完了以后，在 A1 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最后就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吧？不是，最后不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个方法我只是说介绍一下，因为它对。但是它确实是我在提案，包括给客户看 test 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方法做。但是后来因为我想场景复杂一点，就会比较麻烦。然后后来那个初帅他就给我说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方法，我们就以那个方法去研究，最后就研究出来了。好，你看一下这个是这个 test， 对，你看就相当于，你看这个绿屏，你知道是啥吗？这个绿屏就是Real Smart Motion Blur 加了 GPU， 你看就没了。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有这个 bug， 就相当于你看啊，我把这个一个一个关掉，就是这是这个测试，你看我去关掉，你会发现它其实我只需要把它这么放在里面就好了。对，它就因为它就是因为我第一个最大嘛，那它第一个过了以后，我下面反射就是第二个，对吧？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对，然后我把它全部都放上来 ，OK，然后其实最后就出来的效果就还行。我也给你们看一下当时提案的时候的一个测试。就大概是这样，就有做一个这样的测试。对，然后后来觉得这个方法就是也是太麻烦了，而且它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就是它现在是安全的，是因为正好它没有接触到边缘。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希望有个地板，就不能这么做了。然后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就当时就想说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这个办法是这么，我先回一下，我有点忘了，就是我只需要用两个镜面。哎，我觉得好难讲清楚，因为都不能声形并茂，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找。你最后的方法是求鱼吗？对，求鱼，其实就是求鱼，就相当于我要不画一下吧？你觉得呢？找个什么东西画一下可能会比较清楚。随便开一个。4D Doodle Paint 可以画。不用，我每次画就是这么画的，找一个这个玩意，然后在这里，这个，好，就相当于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两面镜子嘛，然后这个是 A， 这个是 B， 小心别双击啊，没了。哦，原来不能双击啊！我靠，那我还得找一个。C4D 可以画吗？多的片子我试一下，怎么画来着？Tools， 你把虎牙直播那个给一下 ，Tools， 好 ，OK， 然后 Doodle， 然后下面，好，哎跳了，好，下面这个 OK，对，OK，这样就好，对吧？
对，就相当于这是两个两个镜面，这是 A，这是 B，那这个反射过来的这个就应该是，这画不了。假设就是这样吧。哎，这里也画不了，好弱啊。那反正就是这边这个应该是 B 的反向，对不对？所以说我现在假设一个摄像机在这儿，那当它移动过来接触到这个点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是，我摄像机跑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开始往这边走了。但是这个时候返回走的时候，我的整个世界是反向的，相当于这个 B 呢，比如说这个 B 现在这是上面，这是下面，它应该在反向里面，这就变成了下面，这就变成了上面啊，这就变成右边，这左右吧，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我需要去，首先第一步呢，我是需要，怎么讲？这个你现在说的是那个比较快捷的办法，就是快捷的办法，对，就是说我需要首先其实它其实是在做一个我觉得我有点忘了，哇塞，我看一下，就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首先是需要让它就在这往复做一个往复运动，就是一直在这两个之间穿行。OK。对，然后我觉得我刚说错了，它其实不是说我碰到这一点，它就要从这一点起始。我可以理解为是它到了这个点，马上回到初始点，然后跳回去，再来。因为这两个手机是一样的嘛，所以说我的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点到了这个点以后，然后回到初始点，但是回到初始点的时候，这个手机就和这个整个世界就要变成是反着就够了。然后另一个就是我要保持我这个摄像机的整个速度，的动画是跟我最开始做的那个有一个长廊的那个摄像机运动是一致的，包括它的运动速度，还有包括它的旋转速度。对。所以说我就大概是找一下。最后的那个工程，就正反两个，对，就是相当于是为什么要正反呢？就是我刚刚说了嘛，就是我每碰到一次那个手机的，就是对面手机的那个点，我要归零的时候，它都应该是变成一个反向世界的。所以说我为了不麻烦呢，我就渲染2遍。我渲染一遍是无限往返的，是整个世界是正向的，包括手机也是正着的，场景正的，然后再渲染一遍反向的，就是手机也是反的，场景也是反的。那个楼上的，你看一下那个卫生间有没有漏到水？楼上漏水了。哇塞，不会是那个朝阳来找磊哥了吧？是我家。是你家 ，OK。对然后对，然后那个天花板那个位置有水啊？没有是吧？不好意思。对，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其实大概一个场景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是最后转换的手机，然后我的运动就是说，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运动，因为它一开始是有一个翻转嘛，对吧？然后我在最开始我做了一个运动，然后开始了以后呢，它就一直在这两边去做一个往复，但是实际上的那个我最开始 K 的那个就是在长廊里 K 的那个摄像机还是在往前走。然后就弹。对，然后对，但是我相当于它无论在就是它的运动速度是完全跟这个一致的。OK。然后它的那个旋转也是跟这个一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做了绑定。这个绑定是之前初帅跟我讲的，其实就蛮简单一个球鱼，就相当于说我取这个的 Z 轴的那个位置，相当于我的 Z 轴在这儿，这个摄像机的 Z 轴，然后然后怎么来着呢？我就不仔细讲了，因为我就从我的概念讲吧，因为我在看这个，我怕，因为它里面有些运算应该只是
因为有的时候我的那个中心点不在中间，所以说我可能需要有的时候加上一个什么3000啊什么的。OK OK 我 OK，就不去细讲这个绑定了，我就讲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基于这个的 Y 轴的一个距离，然后求余，相当于它每次就是它求余的话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什么猫，这个玩意。对，然后求余的距离呢，就是这两个之间的距离，相当于我的这个摄像机往前走了很多，那它每一次走到这个点的时候呢，它都变成了它的余数，就又变成这中间的数，就是这个距离中间的数，然后让它怎么走，对吧？走到这个点以后，它又回来，就又到它那个就是余数嘛，就是到中间那个数，就是它就是相当于它永远都不会超过3000，那但是它的速度是跟它一致的。这样我就可以保证整个摄像机动画是对的。然后另外就是我又有另外一个绑定，只是去把对，这是个变焦，因为其实像这种动画，如果你没有变焦，看起来就会少了点感觉。所以说在整个过程中，我摄像机除了有运动外，它还会有变焦，然后一个变焦的绑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旋转 rotation 的绑定。对，然后绑定好了以后，相当于我这个摄像机就已经有了这个摄像机所有的运动属性，同时它还可以在这个中间往复去动。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炫出来，炫出来对，我这么讲吧，就是这个已经设置好了，然后有了场景，场景我现在没有让它可见，不然很卡。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 A 反，这就是有场景的部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也不卡，反正就是相当于这是我的场景 A，你看一下这是怎么设置的。这个时候是场景 A， 然后所有的手机应该都是正着的，就是你看看我这个手机，对你注意一下这个摄像头，在左边，右边哦，这是反着的 shit， 这个版本是这手机是反着的，是你看摄像头是在右边的，然后再看看这个方式就正的 ，B 是正的 ，A 是反的，对，你看，哎，哦，摄像机不一样，对，我得把摄像机调回来，因为我这个摄像机用的是这个，你这样就会比较清晰的。你看，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OK，就是个镜像的，对，直接反过来了。对，然后里面的是手机的部分，你看摄像机这个摄像头就是往左的，就是这个手机这样是对的。对，相当于我会把手机的那个就是这个也会做一个 XY 的反向，相当于这样的话，我两个世界就是正好是反着的嘛。然后这两个炫完了以后，就会得到两组非常跳跃的 clip。我给你看一下。诶，那你为什么不能在就后期的时候在 X 轴上直接镜像一下？在 X 轴上镜像一下？对啊。不行吧？因为它不是 X 轴的呀，它应该是 Y 轴的，因为手机是横着的呀。就是手机是到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就它一直在转啊，我怎么可能直接我不能反画面对吧？我只能这会变复杂，对，所以说肯定直接炫会更快一点。然后我最后炫出来的是一个什么鬼呢？我给你看一下 ，Mirror Comp。哦，我靠，这怎么回事？就是他在读，我电脑现在是直播的关系吗？变成这么慢？不知道，那个不会怎么占资源的，是吗？咦 ？Mad，这个好像，我的妈呀！你们听得到有小孩在叫吗？听得到。哦，好吧。没关系，挺好的。这个，对，这个应该不是最终。疯了！哎，跑哪儿去了？我看一下。哎，真的是太久了，就有点忘了。
不行，我觉得这效率讲太低了，对，一直在。我觉得只要是一个稍微大的一个概念就好，其实对，其实最后就是主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最后出来什么样子，就会比较清晰一点。我记得我当时准备那个演讲的时候，不是都弄出来了吗？但是这样看的话，我看看啊，这么看吧，对，对，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最后顺出来一个是这个，你看啊，跳，对，它一直在跳，因为它每碰到了那个界面，它就会跳回来嘛，所以它肯定不是连贯的，在这个循环用的。对，然后一个是 A 嘛，一个是 B 的话就是这样，也在跳，然后 B 的话相反的应该是会跳到最后这块是 B 的，对，OK。然后这块呢，我就相当于只是很简单的去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每到它碰到跳的地方，我就把透明度降一下，就相当于就跟剪辑一样嘛，就剪辑一样的，对，剪辑。对，就让它们相交替的去出现，然后这样的它就顺了，对。对，但其实最后炫出来也挺惨的，看起来惨不忍睹。但后来就是后期调调色啊，然后合一下，就稍微好一点。对，我估计好像也没有讲太清楚。但我觉得已经很好了，赶紧下一个吧，已经过半小时，有点久。对啊，这个就讲到这里吧。OK， 然后把它关了。思路还是很对，反正其实思路还是挺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巧妙2遍，对，选了2遍。CFD 你要把它关掉，留一个吧，留一个，然后我再讲啥呢？我看看，哎，我咋没把那个群关了？我把群打开一下。哦。场景的后期啊，场景后期其实调了色，就没什么好看的。这个地方应该有场景后期。然后对，一边开这个，我在讲，那下一个讲一下 OPPO 吧 ，OPPO 的那个手的那只吧。那只的话，其实主要也是讲一下流程吧，因为像这种片，它就是技术点倒是没什么特别多技术点，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从客户给 brief， 然后我的一些思路吧。好，然后先看一下我后期，看能不能看到一点。结果发现这里好像也没有后期，后期应该在另一个 comp 里。哎，你后期的文件那个 project 跟这个还不一样？不一样。但是我看看，哎，怎么这么乱？怎么会有这个？哎，什么鬼？我天哪，这太久了，估计有点失忆了。做这项目的时候，中途去玩了一下，做另外一个项目，然后同一个。应该或者你直接讲下一个项目的那个。对，直接讲下一个吧。对，一样的。对，这个合成其实也蛮简单，就只是这跳过就是对，直接跳过去吧，直接下一个吧，这不要在这浪费时间。好的。好，然后下一个项目的话，对，下一个项目的话，我觉得其实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概啥意思，就是先一边放影片一边讲。好。其实这个影片的话呢，这样我讲话听得见吗？喂，什么？听得见吗？我这样讲话？听得见，能听得见。就是其实这个影片的话，相对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需求吧，就是他们有一个新品，然后新品的外观就是有一点他们的产品点，然后他们产品点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双缝天线，然后他们第一次用了那个双摄，然后
然后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圆角，就是说你看像他们会突出这个圆角，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圆滑，是不是感觉就好像跟没讲一样的这么这些亮点？但是反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这就是一个命题嘛。那所以说那就是我怎么把他们的需求能融入到片子里去吧。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直也还挺纠结的，因为也没有又不想说跟之前特别像，也是那种那种很 fashion 的那种什么大理石啊，那种什么玩材质那种东西，虽然有点特点，然后也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什么比较好的点子。然后当时是最开始呢是有做一些很最草的一些那种测试，对对，最开始我其实想到的就是一个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想有一个这种就是很不像房子的房子，就感觉会比较就是因为我觉得想要有点外景的东西，就是对，但是又不让它看起来太写实或者就让它形式化一点，然后有做一些这种房子啊，对，然后也做一些这个，不知道好像炒爆了，然后还有这种楼梯啊什么的，然后有去做一些测试一些楼梯。这个背景的 texture 你是哪里找的？这个对，我说前面那个。这个啊，对，这个我自己做的，我就在那个就是 C4D 里面，然后你把那个一堆这种东西，就是打散，对，打散，然后不是有一个什么 set apart 吗？就把它弄成这种样子，但实际上我做的不好，因为我发现做出来的它那个永远都不能每个地方都自然，然后我还要把它变成一个那种无缝的嘛，无缝的贴图，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离得特别近，我看找有些地方就离得很近，其实还好，其实看不太出来。是，反正我当时做了好几组呢，做了一个这个，还做了个什么那种就是那种弯弯的点的那种，都是用的那个 set apart，就是最R17更新的那个功能嘛，Graph 里面的这个，明白。这个 push apart， 对 push apart， 对对，然后有测试一些包括这个楼梯，它其实也是可以定制的，就是它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弧度啊，然后什么鬼，就做了一些这种，但是也没思路，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也做球，也不知道还做球干嘛。上次做的是一条线的球，最后我说那我就做个弧形，那其实最后也没有特别着重这块，对，然后后来是然后我当时看了一条片子，我给你看一下，当时有看到一条影片，我感觉我每次都是突然看到什么影片，然后就觉得哎，好像这个挺好的。其实感觉这种想法都是有时候你只是有一个很出钱的点子，然后慢慢的结合了很多其他人的东西到里面。对。然后就只有这样，哇，我觉得我这个电脑真的太难受了。然后这条影片就是，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好，但是我就很喜欢。然后我觉得最后这个影片有2个点是比较关键的，影响到了我的。一个就是它的音乐，我当时听这个音乐特别开心，我就觉得哇，这音乐听起来不俗，包括它的节拍那个变化很多，包括这个女生的一些这种动作也让我觉得就张力很大，然后另一个点就是手，就是他在这个表演中间用很多这种手势的东西，让我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主角，可以成为一个就是串联影片的东西。对，然后当时我这也想说，哎，那我感觉手不错，但是我也觉得搞一个真手有点恶心，也不好做。然后后来正好那个我老婆她做那个就视频设计嘛，她就会有一个那个手模，就是一个木头的那种手。对，所以说后来我就想，哎，其实这个手不错。然后正好是哪个什么 Pixel Lab， 他还有之前有分享过一个那种木手的工程文件，你知道，一个那种就是免费的那种一个木手的工程文件，我正好就用那个木手拿来改了一改，然后就用了。然后那个木手它不是绑定的，之前有人说这个手是不是就是是不是用的那个叫什么骨骼啊什么的，其实没有用骨骼，它其实就是一个父子关系。可以给你看一下那个手，随便先打开一个文件吧。
然后，怎么黑了呢？你看这个手，它其实它的那个它的控制方法就是它这边有做了一套，它就是一个苦力活，它把每它一个全部都绑了。对，它绑完以后，然后但是它绑完以后，它还做了一个那个范围约束，你知道吧？然后这范围约束有的时候特别蛋疼，所以说后来我就把它的范围约束给改了，就是它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就是多少度啊，你看它就可以这样动，这样，但是我后来有改掉一些，包括我因为像比如说那种2的动作，其实木手是做不出来的，就是木手它是没有办法这么移动的，它之前是没有这个选项的，所以后来我加了一个这个选项，就是可以这样移动，因为木手它其实是只有这个部分。OK， 对，它是左右就不行了。对，它没有办法左右，但是后来我觉得为了表演性嘛，所以就加了左右的部分。对，然后我还是不讲这种细节了，我看一下先讲大思路。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就觉得 OK， 那我要用手去做串联，然后就想把我之前设计的几个场景融入进去。然后另外一个给我的灵感呢是这条影片，就那个屏幕是个方框的那个是吧？对，找一下。这个影片就是那个网红片，我靠，这个片强迫症片。对，然后其实当时这个片子就是大家只要看过的人都很喜欢，然后我看了也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其实就是给人这种有意思的感觉。我就觉得其实是因为就是他在影片中能产生一种心灵的共鸣，跟日常的常识啊。稍慢打断一下，就是你说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声音稍微调小一点，把这个声音。对，就是一些日常的常识啊，一些你就是这种东西跟你产生了共鸣，或者就是心理上会有一些，就是会影响到你一些除了视觉上的东西外，它会给你一些心理和思考上的一些影响，就会比较有意思。就你会去想象说，哎，就是或者说这种，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那我可能也可以加入点这种感觉吧，就让它有些情节上有一些意外的东西，比如说那个什么篮球场的那个东西可以转啊，然后包括楼梯会变化啊什么的，这其实就是觉得可能有一点这种小情节在里面，会让整个影片更细腻一点。对，然后。就是我其实整个过程中也不是马上就会想到说每一个场景该怎么样，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大概一个思路是这样的。等一下，我把那个，就是我首先会有一个音乐，然后有了音乐以后，我就会就是把音乐先放到 Premiere 里面，然后我把 Premiere 打开。开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是整理过还是没整理过。其实就是因为一般那个到了最后阶段，我都会把工程文件整理的干净一点，但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整个工程文件是非常乱的，就是有很多层。我看一下这个是整理过的还是没整理的。哟，丢了这么多文件。先 offline all 吧。这个是你最初的那个剪辑吗？我看一下是不是，就是反正不是最终的，所以说我看一下。这个也还是整理的过了，我找个更老的，25号，我看一下。这个感觉是这个应该是老的，对，就其实整个过程中我也是一直在试，然后我会把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些全部都是灰模嘛，这就是我不停的试的 animatic。我靠！然后就试一些我就会放进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会可能先，当时哇好吵这个玩意怎么调啊？对。对，右，你可以右击那个声音那个，我把这个全部关了。我去，
全部 mute，对，先 solo 再 mute 就好了。然后就是对，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先开始是有做楼的部分，然后楼的部分做完了以后呢，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冰棒掉下去，然后掉下去我想说那转的话我就会想到说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动态啊，然后可能这块儿也没啥联系，但是可能会想到就是可能因为我会想到这个地方是会有一个那个篮球场，就是篮球场的那个变化的，所以我想说那我可能需要一个手去点击。有一个相像运动嘛，这样的话动态就比较有趣一点。然后点击完以后，那它荡过来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其实到这个时候，我是有放一个就是预览的一个里面的东西进来，然后我是这个部分它，因为我正好做完以后，很巧的是里面的那个东西在往右运动，然后我才想说，哎，那跟后面这个东西可以连在一起。OK，对，然后就会就是其实就是很像拼图，就是你可能做了一部分是你想要做的，是有一部分是你没想到的，那对这中间的部分就是靠你可能前后觉得试一试这样可能会更好，然后就慢慢的就把它补全了，然后最后就会补全出来一个相对完整的部分。然后我给你看一下 animatic 的大概是，我一般会有一个直接把这个我工程文件的这个目录吧，有点乱。就我一般会有一个在 render 里面会有一个 animatic， 然后这里面就是有所有的一些就是测试的东西。其实也是你会发现，比如说每一个镜头都不是一次出来的，其实都是基本上很多次。你可能会试很多方案，比如说是往左转啊，还是往右转啊，是正着的还是侧着的啊，对，然后就会把每个镜头都试很多次。然后最后，你这一个镜头试了7、8次，一般都是吧？对，你看嘛，就是你看截图就能看出来，有的试的多，有的试的少。试的少的你就觉得还挺幸运的，试的多的就也挺蛋疼的，就速度很快，这个其实试的时候就是不需要纠结太久，你就可能你觉得这样不好，比如说这个时候还有什么鬼蓝色的手都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其实每一个的运动差别应该也就是可能都是一些 timing 的一种微弱的变化，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就是动态设计上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一步就叫做动态设计，因为设计这个东西是，对，就像你看你单看一个，你会觉得这个动态也没什么意思，但很多时候就是靠两个镜头之间的那个衔接，去把那个你想要的那种动感做出来。包括你可以变速啊，去做很多就是处理。但是你说。我打扰一下，那个我有个小问题，就是因为你这个流程和我之前习惯上稍微有点不同，就是因为你这个命名我看 preview 有一些预览，它这个是默认名称，是从比如说从这个应该是那个，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命名的，这个是这一块，这个应该是系统生成的。对，我说的是默认的，就是那些不是默认的，是你重新又命名的吗？对，我每一个都会命名，我做的就都会命名，然后这些应该是系统默认的。对，因为有一个覆盖的问题，我是把每一个单独建立一个文件夹，比如说镜头1的一个单独文件夹，这样的话它不存在覆盖问题，不是？就你每个镜头都直接放到一个文件夹里了，是吧？对，主要是因为你比如说工程保存的路径是，假设是镜头1，这样的话镜头1你拍出来的屏它不会存在覆盖的问题，它就会一直往后增量保存嘛。所以相当于你每一个镜头都会单独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所有的工程文件预览就放在那个文件夹里，是吧？对，就比如说 animatic， 然后它有个子文件夹是 C1、C2、C3，这样的话它就不覆盖了，我就省去了那个命名的问题。这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它相当于来说你在做的时候就不需要总是命名了。但我其实每次命名也习惯了，还行是吧？就一般我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对吧 shot 1，那我做 shot 2的时候呢，就是我就会点一下 shot 1，它的名字自动就变成 shot 1的名字，我就改一个字，就一般是这样，但肯定还是需要花点时间。对，而且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 CSD 的预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每次，比如说我做一个，我一般都这样make comp 然后就这样，然后啪，因为那个 hardware 会比较快嘛，然后弄完以后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我就会先点这个，然后你这样的太麻烦了，你可以先把这个工程默认保存一个位置，然后在那个里面就可以了。你工程保存的位置就是对，就是自动拍屏的位置。哦，但是它存出来的话会不会很大？你出拍屏，你们出拍屏都是这样出的吗？还有拍屏，反正我就是这么出的。哎，应该用渲染面板那个才是比较正规的方法。对，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吧。渲染面板那个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精细一点的拍屏，可以在里面设置。我的拍屏，因为你可以存几个预设啊，在这个地方是吧？对，它有 hardware 和 software。有 hardware 哦。一般用 hardware， 然后抗锯齿啊什么的，你可以包括分辨率，你可以细调。对，就之前你预设是吧？对，也可以算预设。在里面渲染阴影嘛，就 hardware 也可以去渲染出那种阴影来。OK。其实，在那个拍屏的位置，也可以直接先设置 H.264，把格式设置好，就是你按快键的。我觉得很奇怪啊，我每次就是就比如说我每次都在这个地方选，然后它每次都会回到默认，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开始你拍屏的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设置了，不要用 AV 按。在这里啊？不是哦，对你先设置，点开，然后对，你看 QuickTime 选 QuickTime， 然后点开。H.264 H.264，哎呀，对，然后把帧数改过来，对，然后直接拍就可以。对，那它以后就会选这个是吧？对，然后以后就是这样的，就 OK 了，这个工程就不用。哎，这是好，这感觉比我的简单多了。我靠！但是我感觉都是一直就是那种机械操作，你知道吗？然后我看你都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感觉好神奇，因为我就存在覆盖的问题嘛。但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在一个文件夹里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对的，你容易去看规整，然后容易比如说你知道你之间历史的一些部分，因为你在剪辑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夹，但是现在当然没有用这个文件夹，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文件夹它就会直接就出来一个那个，你就特别方便。对，大概，但反正我这个就是一直是以这种有点蠢的办法，对，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其实我给大家看一下。哎呦，侯瑞醒了，我还有侯瑞来不来聊两句啊？我看侯瑞在群里面说话呢。然后那个我就在，哎，怎么又太乱了？等一下。然后这个 animatic 做完以后呢，就会形成大概一个这样的文件。好，这个应该是第一个 animatic 的文件。然后音乐的话，其实就是用的那个女孩的音乐。用了一些之前的一些东西，对，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就客户有一些反馈，比如他不喜欢那个冰淇淋的这种感觉，他觉得有点 low， 我就说那 low 就 low 吧 ，low 就改个什么，后来想个牛顿球，然后包括然后就这个定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始跟音乐人去沟通音乐，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会给音乐人一个 board。然后在这个 board 里，我会把我想要达到的一种音乐效果写进去。不过这个时候用的音乐应该已经是他给的一版音乐了。但是当时我听这个音乐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嘛，就是节奏上没有那么理想，特别是那个后面高潮的部分，所以后来高潮的部分就改了。这张是添了一段，因为后面他那个音乐是不够，所以就添了一段，就相当于把他音乐错位了一下。对，这个就反正就是说我会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在做切片的时候怎么跟就是音乐的一个结合，然后
怎么去保证你最后影片出来跟音乐的那个对位是准的？其实大概的思路也就是说，我会先找一个 reference，或者说自己拼一下也好，把它拼成一个适合这个影片长度的一个音乐，然后 Animatic 就会基于这个 reference 的音乐来剪，然后这个剪好了以后呢，那个有了 reference，有了那个 Animatic，然后客户那边确认了以后，才会发给音乐人那边去制作真正的音乐，然后那他在做的过程中就需要一些磨合，需要一些就是沟通和调整啊，这是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一般来说，差不多也就是在你影片快交前，音乐基本上也就差不多比较到位了然后其实这影片下来的话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当时因为这里面用了很多色彩，但是很多色彩我一直不确定，所以说当时也做了很多色彩的尝试，就是包括不同的样式尝试吧。就是一直也没有确定最后就是怎么样比较好看，最后反正就随便选了一个，就是有点纠结。对，就是其实这个影片做的时候就挺纠结的，因为好像很多东西就是一直都不太自信，也不太确定，就是一些风格的东西，因为毕竟它都是相对简单的一些色块啊什么的，反而简单的东西我就不太好去拿捏。对，反正做了一些这种，然后最后反正就选了其中的一个方案吧，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高潮的部分，因为高潮的部分当时因为这个音乐的原因，也没有想说后面需要一个相对复杂一点高潮，但是后来觉得可能从影片节奏上来说，就是后半部分需要相对来说更复杂一点，就是更有意思一点，后来我就想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用了手。去看能不能玩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手势，配合手机的一些动作，然后也研究了一些什么，去看了一些那种玩花切的呀，然后包括手指舞啊，但是有看一些，然后最后大概也就是，琢磨出来的是一个，就是有一点点说两手组合动作的一些东西，看一下在哪儿了。就是反正最后的那段动画在快交片前也才定下来，一直试了半天，试的都不理想。对，就是最后这个。最后反正就是有一些像这种玩牌的人的那种刷，包括两个手的一些组合然后还有最后这个排版。对，然后排版当时也是想说，要不就弄得比较稍微特殊一点，让它不是只是在中间的文字。完了，我的资源管理器崩溃了，感觉怎么回事？卡住了是吧？等一下，好了，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是不是就是连的太多有关，就确实挺卡的。有可能。我找一下。你看一下群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详细的。就是部分有没有什么细节的问题？有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留到就全部讲完之后再整理吧，先下一个吧。没事，我觉得没事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讲透点吧，因为有的项目如果这次没有讲完，下次也可以讲，也还好。就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就根据你的习惯来吧，没关系。没关系。对，因为免得太赶了，最后。对，太赶了就怕都没讲透，对，还不如就可以讲深点。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见是吧？那就可以不讲，那我就讲下一个了。有人问牛顿摆的那个流体效果怎么做的？牛顿摆那个不是流体，那其实就是一个绒球。对，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绒球。Metal ball。效果。对。然后稍微可能就是动画的时候注意一下吧，就是比如说你在碰撞的时候，可能它表面会有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效果器？不知道。波什么效果器，让它的那个有一点点扭，就像有个小气波一样，它碰了一下，那可能那个就会从左扭到右边。哇，好多问题，你一说要提问，就好多人加群了。或者就可能限制3个问题吧，这样我们就开始。好，那下一个。对，3点10分开始讲。我看有个什么比较具体的，有人问。你看，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你看我有用到一个这个，你看到没？
就是这个 budget， 它会在碰撞的时候稍微有做一个这种动画，然后这个绒球再跳出去，相当于没有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绒球。OK， 就是这样子。对，那等于类似把它缩小了是吧？对，先让它有一点缩小，又有点鼓，用了3个。你看，一个是缩小，一个是中间的，一个是前面。这2个是连在一起的，然后这个是用来缩小的啊。OK， 就让它看起来不会太变形。有人问如何让动画看起来很有张力。我觉得动画开起来，一个是动态效果的部分，就比如说动态的部分，就是张力的话，一定就是会有快慢的一个间隙吧。那你的快慢一定要符合节拍，就是你需要让它的时间是适当的，就是你不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张力就是靠时间，你需要先有等的部分，才会有爆发的部分。对，如果说你一直很快，有很多时候我会看有些片子，它整个片子出来了非常多的场景，非常多的动画，做的非常复杂，但是它因为所有的镜头都太激动了，那反而可能就没有那个对比了。那张力我觉得出来是因为你需要有张的部分才有就张弛吧，就是你需要有紧的部分也有松的部分，所以说可能你需要靠一些积蓄比如说缓慢的运动，或者说一些音乐上的，对，音乐也很重要，然后再到有爆发的点，那它一般就会有那种张力了。最后一个问题，有人想问那个楼梯是怎么做的？就是楼梯它变成那个圆的了。楼梯好，楼梯那个相对来说是有复杂一点。其实我用的是一个笨的。群里有人解答说用的是倒角效果器。对，其实就是上一次我直播的时候有说过的，对，就是通过倒角，然后对，其实这个镜头是这样，这个镜头是我这个楼梯一直在往上移，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波动啊，其实是因为我这个楼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移动，然后我这边做了一个布尔，所以看起来就像是在有波浪，实际上它是一个移动而已。然后对，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张力，但是这个镜头我应该把贝壳掉，因为这个镜头不需要变形，变形的应该是比如这个地方看一下。他要看前面那个。对吧？对，你看这个地方，对，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但是用了2个，一个是用了 morph， 相当于对我因为我有变化的嘛，就是我这个台阶往下移动，往下移，对，然后一个是 morph， 一个是那个倒角，但是倒角后来我也把它变成 morph 了，因为这样相对来说会不会容易出 bug， 对，不然容易出 bug。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一个是用来控制倒角的，看到没 ？OK。一个是用来控制变形的。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顺序什么的，确实容易出 bug。它的这个morph系统就特别容易出 bug， 真的是，所以说就得出。而且像如果你有倒角，你就一定要保证你的点的数量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倒角永远都不能为0。如果你倒角为0了，你的点就没了。它人就不能做动画是吧？它就不能做动画了。所以说你就算是让它是变成，比如说是这种形态的时候，你的这个点还是需要有的。你可能是0.01的倒角，对，明白。对，这个真的，我当时在这上面好细微，好崩溃，你知道吗？就是这容易出 bug， 然后它一 bug 可猛了，它一 bug 整个屏幕就炸掉了，就是这些多边形就飞出去了。就飞出去，就很多次样东西是吧？对，就很奇怪。然后而且它不能 Ctrl Z， 你知道吗？它这个 Pulse Mode 出 bug 是不能 Ctrl Z 的。我靠！我看能不能给你制造一个 bug。我觉得可能现在调的顺的话就应该不太有可能了。但是你看。这还好，因为我 K 帧了。如果没有的话，它真的就是连 Ctrl Z 都不行，特别奇怪。OK，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好，那你讲下一个。好，那这个就这样了。下一个再怎么加上 OnePlus 换口味。OnePlus 先讲第一支 OnePlus 吧，然后其实
OnePlus 其实还蛮开心，就是能跟他们合作，是因为其实很少有厂商他会接受黑暗系的东西，就是比较科技比较暗的东西，对。但是他们当时很逗的，他们当时一接触他就说，他就给我丢了一堆那个终结者的照片，我说他就说我们是这种喜欢这种风格，我说我天，我说就太不一样了。对，我说行啊，但是我觉得科技感可以相对来说更高级一点嘛。然后正好想到了小曾啊，想到了就是有机可体啊，我就觉得哎，正好终于可以跟小曾合作一次。所以我们当时就应该是第一次真的是做案子合作对吧？对，之前都是口头合作，都是交流性合作。对，然后其实这个哎呀，让我的电脑缓一缓。天啊，我的电脑是怎么做东西的？我天！还是卡了是吧？电脑？对。那我们来先聊点别的，缓解一下气氛。我来琢磨电脑怎么回事儿。等一下，我试一下能不能直接开那个。这样我直接拿之前我准备的那个讲吧，因为那个里面有素材。奇怪，你看，就是我所有的文件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是 C 盘没有那个空间了吗？不应该啊。我电脑有时候也这样。还有啊，还有100。不知道怎么回事，刷新也没用对吧？对。哎，刷新就成这样子，但是就不知道这是文件，哪些是视频，哪些是什么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对啊，我试一下能不能这么看呀？哎，不是。对。哦，这都是后期的了。等一下，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客户那边一般就是像我们拿到这种项目，特别是这种新客户第一次合作，他们会给一些什么东西吧？他们其实会给一些很泛的。对。但是其实他们还算一家我觉得设计还不错的公司，他们还比较注重 logo 啊，包括他们的设计性，所以我觉得合作起来，包括他们之前一直是找国外合作嘛，所以说合作的专业度啊和他们的这些东西还不错。比如他们一开始会给我一个 PDF， 然后这 PDF 里面就会有讲他们的卖点，其实还是双摄。感觉今年的上半年大家都在玩双摄，下半年大家就开始玩全面屏了，哎，真的是。然后就是对他们讲他们的双摄，然后包括一些处理器，其实他们的卖点也比较常规，就是一个是双摄，一个是他们有很强的性能，然后他们的痛调是要科技感，这是他们给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那个一个风格参考。对，风格参考。对。他们后面的跟那个前面的没什么关系。对，没有。他说这个我们只是加进来，你不用看。我说好。然后他们让我只要看一下终结者的那个就好了。反正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可能是想让这个科技变得更高级一点嘛，所以说我们就想玩，就是看能不能把动物的那种灵性的部分去融入进来。哦，对，因为他们有说他们希望这个手机看起来就是说反应很快，然后就让我们想到说，那就是它会很灵敏嘛。那灵敏的东西，它其实反而就是应该是生物才会灵敏，它包括它的触觉、听觉。哎，有找到了啊？是吗？这个吧，是不是？对，不行，我得把那个拎弹出来。对，就有写说我们希望它有一些敏锐的部分，听觉的、触觉的、视觉的包括双摄，想让它有细胞分裂，然后有些瞳孔的东西，
然后包括在想，要不要有人手啊，什么机械手，后来这些没有想到，没有用进去，包括一些神经的部分，就让它整个感觉是科技的，但是它本身又带有了很强的生物性，然后包括想到一些可能的画面，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好像马上就开始然后当时你还出了一个风格图，对不对？对，好草的一个比较草的风格图，这风格图我看看啊 ，Style Frame 是这个吧？这是后来的风格图。天哪，这个东西怎么办啊？我靠，这显示不出来，什么鬼？什么东西？就是我不知道这哪个是哪个呀，关键。一个我记得它名字记不记得？可能不显示啊。对，不显示。Board 吧？这个是之后的。不是。我记得是个 PDF， 算了吧，那就不就那个就不说了。对，然后就是风格图有了一些，但是那个风格比较草，这可能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去做了一个那个 mood board， 对吧 ？mood board 是不是直接就开始做 mood board 了？好像就开始做 mood board 了。你不是做了个 animatic 吗？后来对，就是 mood animatic 嘛，是靠剪辑。是这个吧 ？Initial style frames， 对。哪里啊？我没看到，你说哪里？就是文件这个右边那个第3个文件，应该是这是个 RAR 文件，PDF 对。对。做一个这个是最开始有一个，但是也有点雏形，比如说这个方块，对不对？只说现在这个方块还是这种感，但后来是觉得这种太像纸了，最后就变成那种破裂了，然后就有了一个这个animatic。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对于多人合作项目 ，animatic 特别重要，因为它能让所有人一下子，包括客户能比较清楚这个片子该有的样子，然后客户一般看了这个也会比较高兴，因为他觉得会比 storyboard 生动，而且做起来也快，因为都是用了一些很多是现成的镜头。需要有个双摄，然后最后的手机自转。对，然后有了这个以后呢，客户他看了还蛮高兴，然后我们就比较顺利的往下推进。然后推进的方式就是我们开始会去分配镜头，因为这是一个多人合作项目，所以说我们会就很快的把镜头分配，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小曾已经开始去做一些就是不同的镜头的一个那个 still frame， 所以说你看这个镜头分配应该都已经是大部分用的是你 still frame 的，也有一些之前的，对，就是有开始去做一些镜头分配和镜头描述，然后这次的这个项目的那个主要就是那个就除了我啊、小曾啊、火人，然后还有瑞跟阿超，然后瑞跟阿超就是其实承担了还蛮大一部分的包括手机的打光和一些镜头渲染的部分，不过这个镜头对这回瑞承担的多一些，对，然后反正接下来的话就开始对，然后还有这个小曾的 still frame， 小曾的 still frame。刚刚不是找到？是不是那个 board？对，就刚刚找到了吗？OnePlus 那个我印象好像是翻了。对。board。对，然后这边就比如说最开始的鳞片啊，这个是最开始的。对，鳞片啊，然后当时本来突出是想的很复杂的嘛，对，后来就用了那个火人
在胡子里里解算的那个突触就简单一些，然后包括这个生长，然后包括不过后来都长得不是这样了，这是最开始的一个定位，包括这个镜头后来也删了，其实这个还蛮酷的，但后来也没有拿掉了。对，然后那个 CPU 内部的部分，激活的部分，大概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具象到每个镜头的动画了。然后这一段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你的思路设计思路，还是就那个其实主要就是在 Pinterest 上嘛，是我们搞了一个对，我们有 Pinterest。对，等一下。我觉得这种直播好方便，比去准备那种分享方便好多。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对。对，想干嘛干嘛，其实没关系的。对，对，就随意聊。对 ，Pinterest， 然后找一下。OnePlus N 是 N 吧？对 N。Pinterest 找了一些就是那种有生物的那些细节的东西，比如说鳞片啊什么的。对，就包括还有想到说，对吧？对，但是方的纹理，找的都挺好，但是后面做有些没做出来。对，大概的这种感觉还是。对，我觉得主要就是要找参考，找的多吧，不然很难去想，很难去乱想，就是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了，还是得看参考。对，而且有的时候参考会给你信心，你有这种感觉。对，看完参考会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心。对，然后我想看，然后我该继续讲。是不是最主要最难的就是那个无线传输那部分？无线传输，对，无线传输我们讲讲吧，然后其他的就看大家想了解哪个部分去讲讲细节。无线传输其实，对，我把那个，其实无线传输是，对，传输图用因为它用图片拼的，对，其实我们当时有试过，就是也想过我们是要用3D 空间去穿，还是用2D 空间去穿，但是后来我们也感受了一下，会发现其实用2D 空间给人的一种视觉的那种错觉感觉更大一点，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3D 的空间穿，就是你只会觉得只是个摄像机运动，对，只是3D 运动而已。当2D 的话，其实有时候会给人一种像嗑了药，对。其实他们那客户还说，对，他说不要让他太像嗑药了，好吧？但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才是亮点啊，就是从那个屁股那儿被插了一个充电，哇，然后就感觉被激活了，瞳孔放大，然后就一阵幻觉，我就觉得这才比较有趣啊。对，还好最后他们接受了，太好了，对。我怎么下来开到5T？ 等一下，我找一下。无线传输是在哪里啊？看一下。哇，我觉得我是应该重启一下电脑，我的电脑都看不到那个文件。卡机了是吧？卡的完全就不行了是吧？就是不是卡，是看不到文件的那个预览。对，这个已经是，这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当时有做，当时我们说要做什么？是7个场景是吧？需要大概6到7个场景。6个场景，后来改成4个了吧？是4个还是5个？哦，对，之前太多了。现在是不是给你25张图对吧？对，我看一下，我找一下那个光式文件。Zoom。我把那个Smart Motion Blur 给关了吗？关了吗？
Fast Radio 不是我没开，我应你没该最开后用的是系统的那个自带的那个 Motion Blur。我靠，好卡，干嘛呢？对，它的那个自动保存。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吧，就是相当于就是对，全部用图片，然后需要就对一下位置。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你那边设计的东西比较多。我这边其实就是主要是把它看起来弄顺就完了，然后做了一些胶变，让它不会那么硬一点，然后包括中间调了一下色啊什么的。因为它其实因为你做的时候你是移动摄像机，所以说它其实每一个部件它没办法很好，就是明白，完全连上，所以说就会需要中间稍微让它过渡的时候处理的舒服一点就好。而且这个确实跨度特别大，所以说其实也挺神奇的。对，你看这块你是合上去的，就对，你跟这个是合在一起。我先把这个变焦关了吧，变焦看的话就不太清楚。好卡，就这样吧。对，其实这个整个过程不是很复杂，就是然后我中间会做几个节点，比如说，因为它 C4D 它有不是 C4D AE 它有一个那个就是它 scale 是有阈值的，它到了3万，对，它就大不了，所以说它像那个曲线，它不是线性的是吧？那个对，曲线也不线性，所以说就得用那个嘛，就是那还是你教我的呢，叫什么 exponential scale。对，哎，那个是在哪儿调出来来着？我给忘了。在那个 system 里面对吧？在 system 里面有一个这个 exponential scale。对，用它来做的话，会相对来说它就是线性的，不然的话它是一个不是用它来做的话，它才是一个就是属于直线，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是线性的没问题，是那个线性的是吧？是那个伊斯函数，如果对伊斯函数，不然的话就是指数函数了。不指数函数，对，然后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设计有一个思路在里面，就是一开始是摄像头嘛，我们是用摄像头穿进去的，那它就是感光片，然后感光片是由很多个小的感光片组成的，然后我们的小感光片下面就应该进入到了我们映射的就是眼睛的视网膜，那视网膜下面就是进入到了细胞的层面，然后在细胞的层面里面再往下就会进入到一些 DNA 的部分，DNA 的部分里面再会到量子级的部分，那到了量子级的部分的话，就又跟计算机的那个 CPU 会有一点联系，所以说最后会又回到 CPU。对。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就对，然后这个做完了以后，然后这个也没有合成，好像有稍微合一点吧，就大概是把它都能揉上。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东西好像有点糙，对不对？就很多时候就是大概把一些那种胶变啊、blur 啊打开，然后也就差不多那样了，就不会是调得很细。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运动很快的话，也是只需要一个大感觉，没必要去雕琢每一个细节的部分。是，对。OK，然后这个无线传输讲，然后我对这块正好顺着讲一下合成吧。其实像很多这种影片，特别是像我们这么赶的影片其实很多时候合成的都不是，反正我的方法都不是按镜头来合的，我全部都是把所有的堆到一起合，因为这样效率比较高。是。对，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文件。然后就会发现，我天呐，肯定感觉这也太偷懒了，我觉得。等一下，他在努力的，那个他这个太慢了。等一下。
我觉得可能还是直播的问题，他可能用了显卡，还是在录像，还是怎么着，就有可能就真的很卡现在。哎，我觉得现在可以提一些问题吧，然后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合成就。好呀，群里好像都是在问那个摄像机分裂是怎么分裂的。那个我是说可能讲一下啊，但是这个也是 bug 特别多。看一下这些图是怎么做出来的？有人在教我们怎么显示图标哎。哇，我的怎么回事啊？直接打不开了，我靠！这个太尴尬了。另一个平台。哦，是这样。哎，我靠！等一下，再重新开一次啊！真的是看着蛋疼，这。小曾，你这段时间讲讲你那些图用的时间吧。对，你来讲讲吧，我先把我这边整顺一点。图用的时间，用了5天，让我看一下。它效率超高。因为到做的时候都可以不需要考虑合成，因为可以在那个 Octane Render 里面，它直接就渲染出来，然后再到 A 里面，然后稍微加对比度什么就好了。因为那个背景全是黑的，所以就不需要怎么合成吧，感觉在那个 Octane 就可以全部完成。主要感觉还是要找参考，前期那个其实花5天，但是前期在5天之前已经花了。可能花了3、4天在那个 Pinterest 上找参考，把它丢了里面，所以我觉得，找一个比较准确的参考，找一些比较准确的参考是很重要吧，就不然等我做的时候又会花很长时间去想接下来怎么做的，是这样。哦，有人说什么？看到那个，还有小米 Mix 2那条片其实已经发了，那是国外版的，然后是跟那个。Yambo 工作室合作的，其實是 Yambo 工作室在做，我就是中间打了个酱油，然后最前期的时候说就是有提一点创意什么的，但主要是他们我们放一下那条呗，都还没看过呢。哦好，那个 Mix 2，我靠，我的这个 AE 真的是这是咋回事啊？其实 Yambo 他们那个，我觉得也可以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就是跟国外工作室合作的一些流程，他们的流程很有意思，之前都没有合作过，就觉得还蛮学到蛮多的，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这最后他们那个 Mix 2的影片。哎，有音乐吗？这个有啊，听不到吗？没有声音，听不到声音。好牛逼啊！我这边都听得到啊。哎，那个 Skype 是你列点？刚才又没分享了啊？你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Skype 那个设置被改了，就是分享系统声音那个？对，你打开 Skype 然后再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那个分享系统声音是打开了。加号。有啊。有啊。哦，反正他们能听到那就行了，那就直接放吧。播放器的问题，我觉得。是吧？你们听不到是吧？对，听不到。就这个影片，其实客户他也是说，也就是要表现屏大嘛，所以说就是想说怎么去表现屏大。哦，这是个短版啊，不是 ，sorry， 再给你们看个长版。A1 彻底 GG 了。我的 A1 感觉是要崩溃了呀。哦，让我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吧。啊，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当时就是跟他们第一次
合作，然后他们全部都会把工程文件放在一个 Dropbox 文件夹里。所以说，其实这个项目我没有参与很多，但是我一直都会有他们所有的文件。然后比如说他们在交片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就当时比如说他们当时有一个 logo 什么的就没有弄对嘛，然后我就可以马上切入进来，然后把那个赶紧改了什么的，就很快，因为他们所有的就是归类都归的还挺好，比如说就是其实你看他们3D，但他们3D 就是一些其他的3D 软件，然后包括 ZBrush 啊，因为他们就好，感觉他们这个应该是比较规范归类，但不一定每个文件夹里都有东西。然后这边 R1、R2 就相当于是两轮，他们的那个 R&D， 就他们会去做测试。他们做东西很好玩，他们一开始先不会想什么思路，就开始就是一堆人全部跑过来做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测试什么的，然后可能到了中期的时候才会开始把它就是串成一个片子。就这样有好有坏吧，反正跟我们方式不太一样。但好处是他们确实一开始就会出来很多天马行空的部分，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可能对于中心创意的部分就可能不会特别明确。所以说讲最后客户这个项目完了以后，客户的反馈也会觉得感觉不知道创意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就觉得整体的制作很不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你看包括他们每一次的 C4D 文件就是因为有不同的人除了 Yambo 还有 Jeff， 要不要介绍他们2个人，还是就直接说大家应该都认识了。Jeff 就是也是一个在加拿大的，他做产品做的很棒，可以大家看一下。然后觉得我知道了，看过。对，他 motion 做的很流畅，做了产品动画嘛。对，他做产品动画，给那个平板做的很多。对，他的那个头像就是一个 J， 在上一页对吧？在上一页有吗？没看到他。这个这个对 J Bryan， 他头像改了，他之前是一个 J 一个 B， 对，然后对，最开始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做华为这个8，然后觉得很酷，然后后来就有一直联系，包括他最近做的这个你看他们还没有把 Mix 2发出来，所以我也没有发出来，因为他们还在做这些微调。然后 Yambo 的话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艺术家，他倒是蛮屌的感觉，就那个也在业内很多年了，然后很厉害，就是之前也做过很多很赞的东西。好像之前那个iSoap 是不是还跟他直播过？对，是吧？邀请他直播过。对，他最近还做的这个，不是还被那个谁抄了嘛？对吧？被直接搬过来了，说是他做的，对吧？对，来继续，终于打开这个页面了，太搞笑了。你看，就是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就是一般这种工程，就是因为项目很紧嘛，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一般不都是在 Premiere 里面那个先把那个就是首先你每个镜头单独制作，你是在 A 里，但是你制作出来，我一般会先输出会有一个。等一下，那个会先也有一个 H264 的文件夹，然后这个 H264 的文件夹里面就相当于是所有的已经好的镜头，但是它不大，就是全部都是小码率，然后我会把这个镜头全部先拖到 Premiere 里面，来做一次最终版的剪辑。Premiere 哇，全部出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感觉重获新生。对，然后在 Premiere 里面剪辑好，然后把工程文件整理的比较干净了以后呢，这边会有一个 import， 然后那个 Premiere Project， 你一点，它就会把你所有的 Premiere 的那个这个。对，你看这个就是整理过的，这个一看就是没有整理过的，对吧？然后整理好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把整个文件拖进来，它就给你挨次的全部排好。但是它排好的时候不是 comp 啊？然后我就会对每一个 comp 去做一下整个色调的统一啊，然后一些气氛的合成啊什么的。其实这种合成来说就比较
就比较就是其实没有花太多的精力了，就是虽然每个镜头会稍微做一点不一样，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点进去以后，然后比如说会有一点那种变焦啊，然后有的时候需要打几个 ramp 啊，或者说你觉得哪个地方应该暗一点，哪个地方应该亮一点，光从哪里来，去做一些就是气氛上的调整，然后还有色调上的调整。然后色调的话，一般有的时候我会存一个那个 animation preset， 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大概一个色调的一个调节。调色的话，我一般都用这个 selective color， 这个还挺好调的，就是它是什么？它就是相当于它会把你的整个画面分析成几种颜色，然后包括这几种是颜色，然后这3种是亮度、灰度和暗度，然后每一个东西每一个颜色你都可以再去基于这4个色彩方向来调整，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选的是红色，那我调的时候你看我红色就会有反应，就会比较快。对啊，你就可以看到，用过，你看需要让它变紫色啊什么的，就很多时候我觉得用它调色就够了，其实很多都不太需要一些什么那些什么那些 trap code 啊什么专业出来那些东西。对，我就一般会用它去调，然后去做一些叠加方式的东西，就比如说有地方我觉得不需要这么亮啊，整体暗一点啊什么的，然后大概的一个给你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这个镜头啊，比如说这个镜头吧，就像这种镜头来说，这个镜头靠，这个镜头我没有放在里面，我是单独的一个工作文件，好尴尬啊！反正其实意思也挺简单的，我找一下，加了个 lens flare，对，很多时候我觉得 lens flare 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作用，但是就是要有个度，就是你不能加太多，也不能加太少。加太多就变成 A1 模板了。对，就是可能其实很多时候用 Auto Flare 不需要有它那些什么光的那种线，我是比较喜欢的是它的那个镜头的那个污渍啊，它有一些这种东西。然后其实光的部分，我觉得只要简单的是有一种亮度的感觉，其实就够了。对，然后就是可能明暗的一些调整吧，就是一定因为画面很多时候画面你是需要考虑到光从哪里来的，然后你就需要去让画面有些层次性的东西，比如说哪地方暗哪地方亮，对，但是这个不是最专业的合成调色法，这只是比较快捷一点，对，所以我一般就是在最后，对，其实这个步骤很像是一般那个 TVC 的产业流程里面，就像调色的那一步，但可能也会带一点点 online 去精修，有些地方可能会稍微修一下，对，但是这步真的很关键，它会让你把很多，比如说没有什么联系的，就是很多时候你每个镜头画面确实不是很统一，你能让它变得统一很多，就会让整个片子看起来相对来说有统一性一点。对，可能比如说这种调色主要可能还是因为手机镜头我都让他们就是打的是没有任何色彩倾向的，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去处理。对，一般主要就是一些手机镜头啊，然后一些动作，然后像这种比较偏特效的镜头，可能在输出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一些处理了。对，像这个应该也就加了点光晕啊什么的，就是其实挺简单的，没有做太多的复杂的东西。对。然后要不再说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哦，对，那个镜头分裂，对不对？刚刚打开了的。OK， 其实这个镜头分裂有点卡，
我把这个壳子关了，壳子。这样应该就不卡了。对，其实它这个，其实你看就是这样的，就如果是从3D 看过来，哎，这个地方应该是 bug 啊，之前不是这样的，现在看起来有点诡异了。然后它其实这个思路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其实这个镜头是靠什么组成的呢？它其实就是一些，就是一个镜头嘛，它就可能是一个是金属圈，我把这个壳的部分隐藏掉，后盖按键，这啥？玻璃屏幕。我操，这么深！没有，这都是一些那个，就是手机的部分，这部分都看不出来的。对，这样可能清楚一点。应该打个包的，你看这个工程文件乱的跟个屎一样。然后对，其实摄像头的部分就是一个是这块的金属圈，那个给它炫出来可能会看得清楚点。就有一个金属圈，然后里面是一个黑色的，它有个黑色的那个，就是一般摄像头都会有一个黑色的表面的一个片片，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一个这种，就是里面的这个结构，就是这个一般都是灰色的结构，然后里面的一个镜片嘛。所以说，其实我们当时要做这个思路，就是我怎么把这个结构通过可以变形的方式把它给组建出来。其实思路特别简单，就是所有的那个都是用到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叫做在 spline 里面有一个，哎，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一般都是直接找出来。对 ，spline mask， 来 mask。是这刚才你们那个 spline mask 看到没？哎，是这个。这个那应该是在我看啊，应该是在绿的里面的。对，这个地方，对，对，你把它一连，你看它就会变这样。但是问题是它这个地方呢就会是一个锐角，这个锐角看起来就挺恶心的。对，然后但是你可以通过，我想想看，我都有点忘了当时是通过啥了。比如说我先弄成 uniform。比如说你把它调的小一点，然后你加个，哎没有，那如果这个没有用的话，就是可能需要先把它变成 polygon， 你可以把它先挤出一下，试试。挤出一下，然后再用那个 subdivision。subdivision 对，但我看啊，好像也，这个办法可以。对我好像是挤出了，对。extrude，对，我把它挤出了。挤出了以后，就是为了形成这种感觉，就是它中间的这种小圆弧，不然的话看起来就好像有点丑，对。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一部分是靠这个做的，包括里面的结构啊，这块的结构就是靠那个，也是用的那个 Babel。对，其实大概的原理都很像，就是说，对我没有 Babel 的话，我肯定就是一个硬的嘛，对吧？但是我可以通过 Babel 用那个 I， 上次不是有教大家这个嘛，我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斜角做出来然后外面这个呢就更简单了，它只是一个椭圆，只是椭圆做个动画。然后问题就是说我怎么让这个动画好操控？那所以说就会用那个表达式稍微连一下，然后连完以后，它就相对来说你就比较好操控一点。就相当于我只需要操控，好像是操控这两个吧，我忘了。对，你看这两个就可以控制上面的部分。看到没？然后这还有 Expresso 连啊。不然的话，其实不用也行，不用你就得每个都有 K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是对称结构的话，你如果每次都左右两个一起 K，它也容易出现动画不匹配啊，对吧？对，各种问题。所以说我就全部绑一下以后，我就只需要控制一个就好了。就相对来说会方便一点。
只是为了动画方便而已，也没多大的什么技术含量。思路就是这样。那问题也有多，比如说你会发现这里有 bug，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你就是只要有布尔的东西，你只要这个动画，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动画是这样，你看起来没有问题。好，我现在把这个动画稍微调一下，哎，你看，哎，就成这样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里又没有，哎，对，就这里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玄学的，需要靠运气去做的东西。我就得要调到这个东西，哎，你看又调不回去了，你发现没？所以说我当时就发现，只有这个地方好像就没有这个 bug， 所以说就是挺奇怪的，对，就是很多这种 bug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我知道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布尔它不停的在解算你那些点，你知道，它会不停的排除你那些点，但是你在做这个动画的时候，你这些点是在变化的，所以它就容易犯糊涂。OK， 对，但是这个问题吧，就是可能以后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现在的话，但是我就相信什么呢？你总能调出来一个点，然后这个点就不会出现那个 bug。你看，就动了这么一帧就会有这个 bug。哎，为什么就这一帧没有呢？很奇怪吧？这挺奇怪的。所以说，反正很多时候做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就会遇到一些这种奇怪的问题，你就硬着头皮，但是也能找解决办法。先把片子做出来是第一位的，然后其他的东西之后再研究。现在基本上除了胡迪尼之外，没有一个软件里面的布尔是真正接近完美的。我之前做一个天猫的一个片子，就是也是像你这样，然后也是 CCZ 里面就是反复调那个数值，有时候加那个 key value 加0.001，然后它就不会有破线了。对，就还挺诡异。对，我之前看有个同事他用 Model， 他那个布尔好像非常好。是吗？哎，好像听说 Model 还不错。Model 的，但是 Model 做动画不行啊。它就是适合建对，但是你要是涉及到有跟动画一起的话，就变得麻烦就不太好弄了。但是它也许可以单独这个部分 export 的那个 epic 出来。是，也可以啊。比如说它先出2个形态，然后我们用 Postmorph 也可以导到。这个其实以后不会有问题的。你等到12月4号还是5号就 XP 4.0 发布之后，它里面内置了全套的 VDB， 直接用那个来替代掉布尔就好。什么东西发布啊？就是 Xparticle 4.0啊。真的它里面还有布尔？它不是它里面加了全套的 Open VDB， 就是这套以后有时间再讲吧。反正这套东西你做布尔的话，基本上就接近完美了。好哎，太好了。还好我买了，太开心了。我靠！你买了吗？没有买。赶紧买啊！你还不打？有没有？它到12月底，就是你买了3.5的，12月底都可以打折的。好呀。哎，然后对，刚刚有人说那个隐藏线，其实也已经隐藏了，它这个就是纯 bug， 它隐藏了它还有，就是很奇怪。然后对这个还有问题吗？其实这个主要就是一个看运气啊，然后一个看就是把这个大概的思路，也就是做布尔啊，然后拼出来。然后包括你的那个贝壳，这个背面也得拼一下，因为后盖的部分你不去拼一下的话，它就那个了，它就不行，所以这边也会做个动画。反正就是最后把它拼出来，看起来没有 bug 就行了。然后还有就里面的渲染的部分可能得注意一下，就是因为动画嘛，就是难免会产生一些抖动什么的。其实最后画面渲出来也是在抖动，但是也没排除掉。试了，后来渲了好几次，最后还是觉得好像还第一次好一点。然后再讲一下，讲什么呢？再讲什么呢？讲新的那个 OnePlus。看一下，群里好像是说想看你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讲那个想看那个红色那个片子，那个 Red。好吧。按你想说哪说哪。行，对，可以，红色也行。因为都有人想。那要不 OnePlus 我们放到下次，把什么张以德也叫过来。可以啊。好吧。行，那我讲红色。其实红色咱们昨天不是都已经讲过一下。先看看。
先放一下吧。然后我先把这个恐怖的工头键关了。对，然后红色这个其实就是，就也是个相对是稍微特别一点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这回主打的是一个红色的机器嘛，然后它本身这个颜色就是特重，所以说我当时也觉得，如果还是用之前那种比较影棚的感觉，可能就不会特别有趣了，而且它手机这个颜色不太好搭配，所以后来我说那不如做一个夜色的吧，就是比较偏暗色一点的那种。对，然后他们这回的手机真的是，因为他们出全面屏的时间比别人晚，所以他就不好意思再以全面屏为主打，所以他们就在屏幕的上下加了一点红色的那个小渐变，就作为他们的亮点，然后取了新这个可以。对，所以说这个整个影片就成了是表现它那个屏幕的那个上下的那个小渐变的一个片子。对，然后其实这个片子就是因为做的挺紧的，跟 OnePlus 在一起，所以就也是没有办法，就我自己是感觉弄得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可能是思考的部分不够吧，就可能很赶的就去把 animatic 做出来，所以后面的话就只能把它就按照那个完成了就，然后但是也有点思路，就是这个片子想尝试的东西就是渐变，然后想尝试一些奇怪的材质，就是希望在视觉上能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吧。对，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就像跟 OPPO 合作的话，因为我一直做 solo 嘛，所以就不会特别的按规矩说会有什么concept 啊，会给他很多的这种就是很桌面上的那种东西，就其实就比较随意一点。对，所以说可能一开始我就很快先丢了一个 animatic 给他。对，就像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出 mood board，我就可能直接就会把那个就是一边做一边想。我靠，竟然还不太一样。之前还穿到洞里去了，特别搞笑。对，就是大概会先把这个做出来，然后做完了以后，在这个之前我有做一些测试，因为这个项目一直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就是一些不一样材质的东西吧，然后有去做一些那种材质。这个之前好像你还看到过是不是？之前有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是有去试一些东西，比如说用他们那个就是怎么去做渐变啊，怎么去有些这种破裂切割感的东西，但是最后也没有用上。然后这个倒是用上了，就是当时我是调吧，感觉这个材质还挺好看的，就是也是一种渐变的东西，因为其实这种随意的渐变还蛮难实现，特别是靠程序贴图，然后一会儿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怎么去做这样的材质，然后还有一些这些东西，包括一些做，当时想说，要不这次我让他做的就是让整个东西都是有一点融，因为它整个手机会给人感觉很柔和，我就想，这次会多用些这种，包括这也是一种渐变，就是从清晰的东西到模糊的东西，所以说。就反正是，这怎么闹出来另外一个片子？对，关了。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就也就硬着头皮就开始执行。其实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直在自我纠结吧，然后一边否定一边尝试这样。然后具体的也没什么过程上的分析，就是过程上的分享，因为确实就是做呗，然后就是也是测试一些
测试，就步行测试做，然后我一般会在就是做，就像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会先炫出来一张图，一边是检查合成问题，一边就是看一下合格单帧，这样后面合成的话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对，然后我看啊，其实这个好像真没啥讲，就可能直接针对画面吧，画面可能讲一些画面，我先讲一下，分享一下那个材质的部分吧。等一下，我得找一找。你这个出那个动态版还挺快的。啊，对，动态这个一下就，而且你还渲染了一些东西出来了。对，因为 Octane 它就是你其实，对我会有一个 preset，就是那个叫 preview。这个 preview 就是它会渲一个小尺寸，然后限制了2秒的渲染时间。OK。对，就相对来说，有的时候就可以渲一些东西出来，就快一点。然后，我有一种崩溃的预感，果然。我靠！等一下，好可怜，电脑太破了。赶快换好的。哎呀，我看了一个国外的网站，叫那个什么，叫 Origin， 它可以全部你自己去定制电脑。它给你装吗？对，它都帮你装好，把你运过来。哎呦，我就喜欢这样的服务，我靠！那个不是那个什么 Sebastian 吗？他经常还在 Octane 的小组里面发各种配置。就是他们嘛。是他们那个吗？不知道。不知道是 Origin。那个什么俄罗斯那个概念设计师 Bogarov 也是在他那配的。他们但是他好像在波兰，我不知道是装完整机然后国际海运过去吗？对的。对，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吧。其实，你看刚刚群里有人说是不是环境？其实这东西不是环境，你要有环境你就出不来了。我的环境是个纯白色，就是一个纯白色，就是没有环境。对，就是而是直接是靠它里面的光学的东西。然后其实会用到一个啥呢？会用到一个就是最新更新 Octane 出来的一个叫做那个 Tree Spanner， 对 Tree Spanner 这个贴图方式，它本来的用意其实是用来去做那个无缝贴图的，相当于它可以从3个方向去分别赋予材质，然后它会有一个 band， 这个 band 的这个 angle 可以去让它们的那个过渡变得自然很多。对，你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材质是干啥，这个本来这个是干嘛的？就比如说你有一个球吧，这个球长这个样子，然后跑哪去了？应该是蓝色的吧？或者没有？这是红色的。红色倒数第二个。对。对。对，其实有的人说是还需要连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就投射的那个 projection 节点，投射。但其实你不连好像也行，我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像也行，就可能是给贴图的时候用到的。对，给贴图用。对，比如说你看，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是一个，因为它默认会有一点模糊，把模糊先关了。比如说你这个给一个红色，对吧？然后你这边x 这是 x 正。对，这是 x 负，那你比如这个是一个蓝色，然后这边再给个黄色，给个紫色，然后有些其他的是分别赋予一下。
对，你看它就会成为一个这样子，它每一个面都可以形成不同的颜色。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这个叫 band angle，它就会非常非常自然的过渡，过渡以后就是非常舒服。所以说，其实我感觉它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像这种随机渐变的时候，你可以用它做很漂亮的渐变。我特别不喜欢这样会好很多。然后另外呢，它还有一个 transform， 你可以连一个 transform 过来。然后这个 transform 它可以去调整这个渐变的那个方向。那你看你现在对于一个这个你看的不明显，比如说我拉个什么鬼人头啊什么，拉个人头进来，你看这个人头附到人头身上，它其实就会变得还蛮明显的。包括你看像这个地方，你看下面是蓝色，你可以去调不同的，去调出不一样的感觉。像发线一样。对，哎，你看这还挺酷的，所以它这个颜色它的过渡很舒服，因为它的运算是32 bit 还是怎么回事儿？因为很多时候你两个颜色叠在它一起，它中间是呈现很灰的部分，但是它这个就是效果特别好。我也不太懂技术啊，但是我就觉得它这个过渡的非常舒服，感觉中间没有任何的那种色彩损失。所以那个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来，那这个球呢？其实也用了差不多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对，其实相当于我其实是在这个不用要了，我其实就是赋予了3种颜色，一个这种红色啊，然后这边一个冷色，让它感觉清新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应该说紫色，对，然后。我连的是这个，我这其实是一个玻璃材质哦，一个玻璃材质，然后我连在了这个 transmission 上面。transmission。对，然后同时我还加了一点点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medium， 就是 3S，让它稍微有一点，因为我想让它有点自发光，就是让它有点发光，因为没有发光的话就有点闷，好像也没有多大区别。靠！哎，还是区别挺大的。区别挺大，就是它会让这个看起来通透很多，所以就是但是我就是不太懂这些原理，我就只是觉得哎好看就行，我就基于好看调的。对，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也不是很规范，比如说对，然后其实然后另外呢就是我有加一点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 film。我没加 film， 就加了 film 可能会更奇特吧，你给我加一点试试看。你看加了 film 就，但是 film 得调 ，film 这个 white 稍微少一点，然后你可能可以调到某种区间，会让它再出来一些比较奇怪的颜色啊。但是这次我就没加 film， 而且每次我加 film，就容易出 bug， 我不知道。然后，但我加了个啥呢？我这回加了一个这个就这个 dispersion。就是一般用来做那种玻璃的那种色散，对，然后你看这个东西其实还很有用，你不加的话，它就看起来有点就有点简单，但你加了以后，它会带有一种很漂亮的复古气质，你有没有感觉？特别是这种边缘的部分，真的，它会有一种复古气质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加了一些这种东西在里面。玻璃的噪点怎么优化的？没优化呀，所以噪点很大。然后，其实还行，就不算很大了。然后你后期做了个什么 neat video， 应该就看不太清楚了。对啊，这个其实已经不算很大了，因为其实像这种它不会很多噪点吧？像这种环境光是很均匀的呀，也没有什么方向性光，它解算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可能有点噪点，还有点细节的感觉，是吧？对，也有点细节。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对，就是像做这种场景，一般都会做的非常简单，尽量不要那个。对，然后包括动画就没什么讲，动画其实就是个软体动力学嘛，你外面加个框子，然后中间用那个软体动力学 push 一下，然后那个扰乱一下，这其实就行了。对。specular 开多少 ？specular 开多少？这是什么意思？并句吧。index 嘛 ，index 是1.3。默认的。
对，好，然后这个基本上是这意思。那这个其实真的挺好玩的，我建议大家玩玩。就是特别是对于有一点复杂扭曲的部分，就会比较好看。比如说，我当时做的那个第3个镜头，左边，像这个镜头，这个东西就是也是用的同样的一个材质，只是说那个可能颜色不太一样，可能它也会出来一些蛮有趣的效果。特别是它在旋转的时候，它的那个光的那种运动还蛮神奇。对，就它会，其实很多人就是靠这种光学，它能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颜色，这种颜色看起来就会让它的东西比较有复古感吧。对，这个也特别好看。对，它就是有点这种，对，这个应该是用的，对，你看这个我就用 transform， 然后你看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要调，你就可以通过 transform 去调，你看调上去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会比较喜欢刚刚那种感觉。有明有暗的。对，包括冷暖也比较均匀一点。对，这种就太紫了。对，就反正就是这个就是看着调吧，看着调就完了。估计全球没有人像你这么用的。太厉害了。反正这种感觉对啊，就挺好玩的。对，而且也有这种，反正就是感觉特别的细节特别多，它旁边那种光又有那种色散的感觉。对，就觉得这种玻璃材质还挺奇怪的。然后这个形态怎么做的呢？这个形态也挺简单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不会去用那个内置的 close 或那种很真实的动力学，因为它特别容易出 bug， 所以我就总会用这个 Jiggle， 然后用 Jiggle 里面的这个，因为 Jiggle 你赋予了以后，它是可以受到这些力场的作用的，那它本身就能产生很多这种比较均匀的褶皱，然后包括这个。smooth 有的时候它也可以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地方好像它没有起到什么效果。看一下，其实应该没有效果。对，有的时候会是有效果的，但是你现在连在那个 Jiggle 后面，Jiggle 它本身有缓存。对，有可能。那我得把那个。它的后面会在 Jiggle 的再加上去的，如果是在之前才会被 Jiggle 缓存到。对，但是它在下一帧的时候，它在上一帧的数据又会被 Jiggle 拿到。Jiggle 它是不断依据，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依据历史数据来推算下一帧，所以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 solver。我靠！我懂了，没有，问题不在这，问题是我把这个不可见了。其实这个我记错了。没有，这个才是。因为 smooth 它放在下面，它肯定是会起作用。对，这个是。但是你看这个是没有 smooth 的时候，它就是这样。有效果，那我记错了。我还加了一个加了个这个，对，因为当时这个太重了嘛，我把它 bake 完以后，我就只存成这样，对。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中间的那个 rotation 让它转了一下，让它稍微那个运动会好看一点。之前有解散另外一个，这个就丑一点，你看就像瘪了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拿那些力在调的时候，是都做的局部吗？好像不是，都是全局。全局有的是局部，比如说当时有个水面的测试，就会有个局部。就是其实局部它又有更多的可变性。什么情况？怎么听到我的声音？像这个能听到啊。你看像这种的那个局部的，就其实这个 turbulence 从这边划过来一下，它就会有方向性，就不是全局的。但这个就是全局的，因为我觉得局部的话就更不可控了，能全局先做出来就参数都是碰出来的是吧？对，会想个大概吧，比如说需要，然后还是得测试嘛，肯定是测试很多次，就可能还是需要不停的测试吧。也就先试一些这种，对，然后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反正这个材质我觉得以后大家可以试试用，还挺好玩的。还有什么要讲的？其实我倒觉得对你这后期部分比较感兴趣。后期啊？对。
后期，还是看镜头吧，一个个来看，因为我靠，有时候我渲染出来，就我在视图里面看到，就你看这个昨天说就是就你看颜色不太好的话，我就直接放弃了，但你会继续拿到后期去补。哦，对，其实后期也没有多怎么补啊，就比如说，看一下，不啊，我觉得昨天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他渲染的就挺好看的。你是说这个地方是吧？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其实，对，因为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你在渲染的时候看起来不太好，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渲染质量造成的，有的时候你渲染干净了以后，就其实会好很多，本身就会好很多。然后我看看这个后期啊，其实这个我做10秒的时候我找一下，这是镜头几来着？镜头6吧应该是。红吗？哦，好，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这个是还是这样子，换一个。你看我也没调什么，你看我就调了个这个，我就加了几个调整层。喂，啊，好，我以为突然有断了。看呆了。没有，这就加了几个调整层而已，没有几个调整层，就有点脏，你看到没？这边对，这边有点脏，有点不平衡嘛。你就可能你看我把这个调整层其实就是一个 ramp， 我让这个上面是绿色去怼一怼它的颜色，下面是粉红色，增加点它的强度，它就回来点了。然后我让它下面更亮点。其实这个还是靠肉眼调吧，就是也没啥规则，就你看起来觉得好像还行。就这样，对吧？然后这边加个 Real Smart Motion Blur， 就看起来干净一点，就是这个没怎么调这个啊。然后这个镜头的工程文件就是，你看一下，就是这种渐变是怎么弄的？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个地方，就是觉得它这个地方一转出来的那个渐变看起来特别舒服。然后它那个界面其实就是靠，我靠，啊，怎么了？我黑屏了，你们还看得见吗？看我擦，卡住。我看到你画面被冻住了。对，我看你画面被卡了。没关系，稍等。我的妈呀！是黑屏啊，2个显屏都没有了。对，然后现在好像回来了一点，但是回来一点是什么？半个屏幕亮了吗？对，半个屏幕亮了，还有一半没亮。啊！我总觉得太惨了，这个是不是显卡？是不是不？对，可能就是我那个显卡坏了一个，我没修，它就没修，你还一直插着啊？对啊，我一直插着在。可能会有问题，产生了重击，哎呦天！哇，好了，好，那么这个讲完，恢复了吗？哎，恢复了，但是我那边的屏幕没了，我靠，这个有点尴尬。但是我这边看你画面没有变化，我也没有变化，那就是显卡当了。我靠，赶快找人修一下。我估计显卡当了。你现在还是看的没有变化吗？没有变化。事故不都再重启一下吗？然后收尾好了。好蛋疼。可能是我们这边看不到，他们直播可能看的是对的。他们说是对的吗？直播那边看的姐应该是 Skype 挂的。Skype 断了。哦，有可能 Skype 的问题。这样，哎，我现在看的是好的呀。那你关了 Skype 再开一次可以吗？对你分享，重新分享一下。看一下。好，可以了。好了。对，好的。
分享超级多的干货，今天。已经2个半小时了。对，主要是因为事故太多。你看，其实这个的那个工程文件是这么一个东西，我把一个手机套到了一个布上，然后让这个手机转的时候从这个布上顶出来了。这个你看是这样的，对。然后这个布呢，我又做了一个材质，希望还能渲染。用 Octane 会不会又会挂？应该恢复了就还好。怎么标题是3.05呢？因为它那个系统 bug。然后对，其实你看它宣传是这样，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这边也用了一个跟刚刚那个材质很像的一个材质，就是一个玻璃的东西，然后我让它做了一个 mix，然后那个 mix 是做了一个从上到下的渐变，也就是说我上面的这块的材质是一个纯粹的透明，就是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不存在。然后下面的这样子的。对，然后下面的材质是那个我刚刚调的这个材质，然后我通过渐变弄在一起，你看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厉害厉害，就挺搞笑的。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带有一种奇怪的这种。当时我是在测试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渐变的东西，想让它有一点沉到颜色里的渐变感。然后后来偶然间突然发现它转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个红色它会沁出来的感觉，就还挺神奇的。这个很酷。它转出来的时候，那个红色，我们看这个片子，我的片子怎么成了一个复古的 Windows 呢？我的天！打不开了。可能就是刚刚那个显卡崩了。你看这个地方，就有一种感觉很舒服的感觉，我是觉得。对。我就觉得就留下来了这个镜头。真的是开发者都想不到你能这么玩渲染器。好吧，就是确实，主要是知道的技术太少，所以就瞎琢磨些这种。然后这个就差不多了吧？好吧，要不今天就到这里，下次我们再好好再讲讲 OnePlus。好，可以。因为那个涉及的里边是比较多。对哦，火人，你不是还要讲讲胡迪那部分？我这没什么好讲的，这没有必要。OnePlus 上市的部分，要不要一会儿你讲讲？那个就是瞳孔啊。对啊，那个其实也还蛮酷的。包括我觉得我要讲的话，还是讲渲染器吧。下次就一些比较底层啊，或者一些高级的一些材质的用法之类的。你下次跟我们分享一下 Redshift。也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如果用的话，我可能会在胡迪里用，就CCD。不过应该也差不多吧，我觉得还好。对，行，要不下次下次我们再讲讲其他的项目。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今天就到这里喽。谢谢大家。感谢烧麦，感谢烧麦，讲了很长时间，真的。各种事故频出，哎呦。对，分享了很多他近期的东西。后期剪的正常一点，感觉没有出过事一样。好，对，这就是靠后期了。好，大家下次再见了。好嘞，下次见了，拜拜，谢谢各位，拜拜。